I know we're acting stupid, we're being dumb. Maybe just a little bit foolish, but I feel so young. Drunk, I've never seen you clearer than now. We're flying high, floating somewhere up in the clouds. We're going out of ourselves, can you feel it? Almost like I don't know if it's real. Cause when we're doing our thing, we're like wheels that won't stop turning. So take me on a trip, trip, trip. Now trip, trip, trip. Oh, flick that switch, kill the lights. Oh, wasted. City lights are shining so bright. All these empty faces, we don't care about them tonight. We're going out of ourselves, can you feel it? Almost like I don't know if it's real. Cause when we're doing our thing, we're the wheels that won't stop turning. I know we're acting stupid, we're being dumb. Maybe just a little bit foolish, but I feel so young. Just go a little crazy and lose it. I don't care if we're dumb, it's the only way we know how to do it. You make me feel so you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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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大家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 Wave Tech， 我是 Eric。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Aqara 的旗舰摄像头 Aqara G3 摄像头，在这里。等会儿我去把它拿过来。OK， 这款就是我们 Aqara 的旗舰摄像头 Aqara G3 摄像头，这款是限量版的一个火星探索版。火星探索版对比普通版，这里会多了一个氧气背包，这个氧气背包只是一个装饰品，所以除了这个氧气背包之外，剩下摄像头部分跟基础版本是相同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机身，这个机身是一个塑料，所以不太适合户外使用，它也不支持防水，所以这个塑料可能会在太阳的暴晒下面会有一定的老化，所以会有人把它放在室外使用吗？我觉得也不会吧。所以这是一个室内摄像头。OK， 那我们先来说它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一个2304×1296的 2K 摄像头，对比它的上一代 G2H， 也就是1920×1080，分辨率上要提升了不少，所以画质也要提升很多。然后机身上面有2颗电机，一颗在底座上面，用来控制它的340度的一个旋转，然后再加上它110度的一个镜头，所以可以拍到周围360度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在镜头的后方还有第2颗电机，控制摄像头的俯仰，支持上仰30度，下沉15度角，所以基本可以涵盖它的视线内的所有范围。但是如果吊装的用户一定要记得，它没法看到摄像头正下方的位置，所以对于吊装的用户要注意安装的距离。然后它配备了2颗麦克风，所以对比上一代 G2H 在噪音的收音上会有很大的改善，所以它的信噪比有很大的提升，所以通话可以更加的清晰。然后这里最明显的就是当旁边有其他麦克风的时候，2个麦克风之间的干扰也会减小非常多，所以这里点个赞。然后中间这个按钮是一个多功能按钮，可以作为一个网关配对。哦，对了，它还支持一个 Zigbee 3.0 的网关功能，所以如果你有很多 Aqara 的子设备，它也可以通过网关功能进行配对。然后按中间这个按钮就可以进行配对。那如果长按10秒是做初次入网设置，如果长按5秒是进行双向通话。它上面有一个麦克风，然后还有一个喇叭。这个喇叭同时还可以作为一个报警器来使用，所以跟其他所有的 Aqara 网关是类似的，拥有一个报警器的功能。然后最后，它的背后这里会有一个 USB Type-C 的一个供电口，它是可以由 USB Type-C 供电的。稍等一下，我拿一下充电头。Aqara 在盒子里面附赠的这一个充电头，这个接口是一个 USB Type A 的接口。那为什么是 Type A 呢？因为 Type A 比较便宜啊，对吧？
但是你如果想要用 Type C 的充电器，那可能会充不了，因为 Aqara 这款摄像头在设计过程中忘记在这边的 USB Type C 口上下拉一个 U 片电阻，所以你如果用 Type C 的充电头的话，它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供电。不是我设计的，所以不能怪我。OK， 我们说完硬件上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来说说软件上的内容。OK，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Aqara G3 软件部分的功能。首先，我们要将它通电，也就是使用盒子里面这个5伏2安的一个充电头。因为它里面有2个电机，所以它比上一代的 G2H 的5瓦最高功耗要整整提升了1倍，将近10瓦。所以如果用第三方的充电头，记得要有2安的一个输出。中间这个地方，它的嘴巴的地方，同时还是一个 TF 的一个卡槽。我们最大支持到128GB 的 TF 卡，但是目前手里我只有64GB 的 TF 卡，所以这里暂时先使用一下。它开机之后会对它的云台做一定的校准。我有说过它的云台会很吵吗？其实它的云台运行的速度并不怎么的快，但声音非常的响。首次配对需要打开我们的 Aqara 的 App， 在 Aqara App 里点击添加按钮，点击添加按钮之后，这里选择我们 Aqara G3 的网关版，没人看了这个条款嘛。然后长按中间配对按钮10秒。网络重置成功。OK。等待连接中，请打开 Aqara Home APP。然后这里我们会将我们的 WiFi 的账户密码生成一个2维码，通过这个2维码来给我们的 Aqara 摄像头进行扫描，非常的原始，但没办法，Aqara 目前就是这么设置的。嘿，网络连接中 ，Thank you，请稍后。非常的原始，偶尔可能还会不成功，所以多试试，耐心一点。然后这里就会进行它的联网操作。绑定成功，你可以开始使用了。之后它会让你绑定是否需要绑定 HomeKit， 那么选择立即绑定，并且选择我们的家庭，之后扫描 Aqara 底部的2维码。HomeKit 配对的2维码，直接点击添加到家庭，这里就可以将我们的摄像头添加到 HomeKit 里使用。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qara Home 的一个界面。Aqara Home 的界面的最顶部这里会有一个自动 720P 以及 1296P 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选择，我们这里选择到最高的分辨率。第二个按钮是一个小窗功能，小窗功能和系统的画中画功能并不支持啊，所以这里小窗功能仅能在 Aqara Home 里使用。非常的原始。接下来是一个静音按钮，可以将喇叭给静音。接下来是一个全屏功能，这个全屏按钮只能通过按钮来按，按完之后这个摄像头会进入全屏功能，但并不能通过手机上的陀螺仪进行任何的一个操作，所以非常的原始。接下来是一个休眠功能，点击之后可以将摄像头进行休眠。它的休眠功能跟 HomeKit 中的休眠功能是分开的，所以两边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如果你仅在 Aqara Home 里休眠，仅将 Aqara Home 里的所有功能进行禁用。接下来就是一些让我看不懂的一些按钮了。下面是一个截屏按钮，我想说它的意思应该是拍照功能，所以点击这个按钮就会进行拍照。接下来是屏幕录制功能。这个按钮就会进行录像。接下来这个按钮是长得像打电话一样的功能，其实是麦克风静音按钮，可以打开麦克风。哦，点击之后可以打开麦克风。接下来这个按钮我也看不懂它什么意思，可以将画面进行暂停。继续，不懂它设计这个按钮的本意在于哪里啊？
接下来我们 Aqara G3还支持我们远程红外的功能，所以它可以作为一个红外遥控器来使用，可以控制你家里的设备。所以你家里如果还有其他设备需要红外控制的话，也可以使用上面红外的功能，在特殊情况下还是可以帮上很大的忙的。但是要注意，这个红外发射的区域只有前方的这个部位。如果你的设备在摄像头的后方，记得要将摄像头先让它云台转回去。但它在执行自动化的时候，并不会将摄像头进行转动，所以你可能要手动加上摄像头转动的功能，然后再进行这个红外的控制操作，所以会比正常的红外控制会稍微麻烦一些，但是可以用。接下来中间的这个按钮就是控制云台手动移动的一个按钮，可以左右上下控制云台移动。然后最右边是一个常用位置功能，会有默认里面带了一个最左、最右、顶部、底部、中心。然后这里我还手动设置了一个摄影位置功能，点击加号，这里就可以将你目前所在的位置保存为常用位置，然后可以快速的导航到这个位置。接下来在智能页面里，就是 Aqara G3所带的所宣传的一些智能功能，这里会有一个人形追踪跟猫狗追踪。我有说过这个摄像头。其实它的云台移动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所以对于移动较快的一些物体，它并没有办法那么好的捕捉，所以家里跑的猫可能不太能抓住它所在的位置。第二个，这里的人形追踪，它的算法非常的不准确，在我测试过程中，甚至我将摄像头整个都遮挡起来，它还可以识别到有人在移动。万圣节都过了这么久了。接下来是巡航功能，巡航功能比较像电影里面可以将我们的 G3 摄像头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巡航任务，就是它可以对特定的区域进行扫描。那我们这里做过一个测试的一个功能，然后它会自动根据你所设置的地方进行。最长的巡航时间是5个小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设置超过5个小时的巡航啊？可能它的电机会过热炸了。不是我设计的，这些功能只能在能用级别。接下来是一个人脸识别，人脸识别 Aqara 在宣传中特别说明了，这里的人脸识别是本地的一个人脸识别，但是我们这边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人脸识别仍然需要使用你的手机，将你的照片，将带有你人脸的照片上传到绿米的服务器当中，并且由绿米的服务器对你的照片的质量进行识别，并且生成模型发送到你的摄像头里，摄像头才能完成本地的对比功能。其实算不上完全的本地识别，只能算是半本地化识别的功能。所以对于隐私特别关注的用户，这里最好避免使用这个脸部识别的功能，而且它也很不准。接下来是 Aqara G3 主打的手势识别功能。手势识别功能这里 Aqara G3 摄像头支持2、OK、4、5以及8。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8，看起来像7，不是我设计的。怎么啦 ？Aqara 又没付我钱，让我夸夸他，对吧？所以这里的手势功能，如果在我实际测试过程中，手势识别经常会有误触发或者不触发的问题，所以在更多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更多设置，然后会有一个侦测设置，最后选到手势识别。这里手势识别里面，我们可以对手势进行单手手势识别和双手手势识别。双手手势识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误识别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是会有误触发。然后使用手势识别还要注意2点，第一个是当开启手势识别之后，因为处理器的问题，所以前面所有的人脸识别啦、人形识别啦、猫狗识别的功能全部都不能使用。第二个是侦测区域问题，我们会发现这里在默认的侦测区域只有一个类似1:1的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并不能识别整个摄像头捕获的一个位置，所以如果站在摄像头特别边上的时候，它并不能识别你的手势。所以这也是设计上的一些问题。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功能，就直接把它关掉就好了。OK， 这个是在 Aqara Home 里的功能。如果你跟我一样都不喜欢这些 Aqara Home 里提供的这些花哨功能，那很简单，点击这里的休眠功能，
它就可以单独在 Aquara Home 里进行休眠。那我们打开 HomeKit 里面看看我们 Aquara G3到底会有哪些功能。首先 Aquara G3会以一款摄像头的形式包关在我们的HomeKit 里，同时还配有2个配件，分别是人体传感器和报警器。报警器这里支持我们 HomeKit 的4种所有的报警功能，包括在家、外出、夜间以及关闭功能，并且会跟所有支持 Aquara 报警器的设备进行同步。如果你将 Aquara 开到在家模式的时候，其他 Aquara 的网关也会同时切换到在家模式。如果你将 Aquara G3 的报警器点到关闭，其他的所有的支持报警器的功能也会同时设置到关闭。接下来是人体传感器部分。人体传感器的识别间隔是5秒钟，也就是每5秒钟可以检测一次，是否有物体的移动。它是通过Aquara G3 的摄像头对像素的判断进行判断是否有人移动的，所以对比常见的像 Aquara 的人体传感器这种被动红外的传感器来说，它的准确率并没有那么高。接下来说说我们HomeKit 里的摄像头功能。摄像头受到 HomeKit 的限制，最高只支持1920x1080，且是 H.264 的一个码率的一个串流，所以并不支持它的2K 分辨率功能。希望在之后的更新当中 ，Apple 可以为我们带来更高的一个分辨率，2K 甚至4K 的分辨率的视频的一个支持。然后最多支持4个用户的一个串流，所以如果超过第4个用户的时候，第1个用户就会被切换成暂停的状态，所以最多只能有4名用户同时观看。但我觉得已经可以满足正常使用的需求。然后这款摄像头最高的帧数是20帧，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像手机拍摄的视频那么的顺畅，看起来比较像是监控视频的一个质量。虽然低于 HomeKit 最低的24帧的一个要求，但是估计红包这个东西全世界都通用吧，塞点红包就过了 HomeKit 的认证。这边还要补充一下，虽然我们 Aquara 支持最新的 WiFi 5的协议，也同时支持 2.4G 5G 双频的一个 WiFi， 但是实际上最多能串流的人数根据实际的网络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最高支持到4名用户。当然，如果你支持不到的话，找 Aquara 这个是 Aquara 的标识。我这里测试最高只能到2名用户，超过2名用户之后就完全都不显示了。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对 Aquara 软件上的测评。所以最后的结论呢，其实在中国市场上并没有太多的 HomeKit 摄像头可供选择。Aquara G3 作为其中一款，它拥有非常强大的硬件。但是在软件体验上跟所有的国产软件类似，就是功能 OK 的级别，所以体验上非常糟糕。如果你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款摄像头，非常喜欢这款摄像头的一个画质，以及全功能的支持 HomeKit， 并且支持 HomeKit 安全视频的功能，那么你可以像我一样打开 Aquara， 长期的把这款摄像头在 Aquara App 里面休眠，经使用它的 HomeKit 的功能。那么这款摄像头是你非常好的选择。当然也希望 Aquara 如果有幸看到我的视频，听取能够吸收一些我提出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改善，那么这也是一款非常完美的摄像头。所以说，这是目前所有 HomeKit 摄像头里面最强大的一款。但是，好了，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